小鹏汽车也终于掀桌子了，就是它，小鹏 P7 加。前不久，小鹏 P7 加开启了预售，20.98万元起的一个预售价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一个价格配上这台车本身的一个产品力的话，在20万级这个价位当中，它的竞争力已经没有了对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次改款的小鹏 P7 加，它所带来的改变还有升级的一些亮点，确实太多了。就比如说，它全系在配置上并没有分中高低配的这样一种选择，而是全系车型的一个配置都是保持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你买它的入门级车型，它也是支持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的，而且呢，在享受还有体验上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。那么小鹏 P7 加它的一个配置选择既然都是一样，那么高配车和低配车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了？其实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在电机的一个功率上，还有它的一个续航里程上。入门级车型它的一个电机功率为180千瓦，在 CLT 情况下有着605千米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，而高配车型的话，它是给到了230千瓦的一个电机，纯电续航里程呢也是可以超过700千米。这也是小鹏 P7 加不同版本车型的一个唯一区别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小鹏 P7 加相比于现有的小鹏 P7i， 它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呢？其实也是非常大的。就比如说它的整体设计，从表面上看的话，似乎与小鹏 P7i 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你细看之下的话，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大灯这块区域。小鹏 P7i 因为是采用了激光雷达的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，所以说在这两侧是配备了激光雷达的，而小鹏 P7 加呢，则是取消了激光雷达，所以说在大灯这一块就直接给延伸过去了，采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大灯样式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日间行车灯带了，这对于小鹏汽车来说也是比较具有家族化色彩的一个设计了。小鹏 P7 加的一个灯带呢，这里采用的是一个贯穿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而小鹏 P7i 的话，它这个灯带是采用了分段式的这样一个设计的，这也是两车不同的地方。最后呢，就是在下唇这个位置采用的是这种横向式的这样一个格栅设计，而之前的旧款车型呢，采用的是蜂窝网装式的设计。以上呢，就是小鹏 P7 加和现有的小鹏 P7i 在设计上的不同。那么来到侧面也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小鹏 P7i 它的一个整车的车身尺寸是有了明显的增加了，它的车长呢也是终于突破了5米，整车的车身宽度呢也是超过了1.9米，而且轴距呢也是直接拉长到了3米，在长宽高轴距4大维度，小鹏 P7 加都有了全面的一个升级。在设计上呢，它也通过将 A 柱往前移，将 C 柱往后移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让车内的一个空间呢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。所以说，空间表现上的提升也是小鹏 P7 加升级的重点。好，坐进它的第二排，可以明显的感受到，对于这个级别的车来说，后排空间的宽敞性是完全能够得到保障的。这里我主要想聊一下它的一些设计变化。首先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后排这里设计了一个小桌板，这个桌板的设计一般只有 MPV 上才有的，但是小鹏直接将它用到了轿车上。小桌板带来的好处我这里就不用多说了，大家懂的都懂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这块区域新添了一块屏幕，这块屏幕呢既可以调后排的空调，也可以对音乐还有视频进行调节。同时呢，它的这个后排2个座椅都是支持加热、通风还有按摩功能的，并且刚刚我开头也说到了，小鹏 P7 加它并没有在配置上分中高配，所以说4个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按摩都是全系标配。如果仅看设计的话，小鹏 P7 加它的一个前面设计变化并不多，但是在尾部则是打破了之前的那套设计语言，采用了一套全新的设计。整套设计在我看来总结下来就是层次感更强了，就比如新加入了这种小尾翼的这样一个设计，不过这并不是电动尾翼。如果
能加入电动尾的话，或许会更好一些，但是没有呢，也不勉强。整个尾部的话，有着很强的一个层次感，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贯穿式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辨识度还是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小鹏 P7+ 也终于用上了大掀背的这样一个设计了。掀背门带来的好处呢，就是开口会变得特别大，而且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后备箱的储物空间也是比较大的，同时在这下方也采用了一个下沉式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而且这个容积也是比较大的，可以看到。所以说它的一个储物能力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升级的，再加上用到了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掀背门，这也算是小鹏汽车倾听到了用户的心声吧。进入到前排，可以明显的发现小鹏 P7+ 它的一个车内设计也是采用了一套全新的设计理念。相比于小鹏 P7i 的话，我个人也是更加倾向于这一套设计了，因为它采用了这个大的一个中控屏幕，分辨率呢也是达到了 2.5K， 尺寸达到了 15.6 英寸，内置的呢也是骁龙 8295P 芯片，在算力上要比小鹏 P7i 的骁龙815要强很多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这个仪表盘也是采用了 10.25 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盘，将仪表和这个中控进行了一个分隔开来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这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了。比较遗憾的就是它并没有配备这个 AR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，不过影响也并不大。对于小鹏 P7+ 来说，它最主要的一个亮点还是它的一个智驾水平了。现在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有2种解决方案，一种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依赖激光雷达的这样一种版本，另一种呢就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纯视觉处理方案，而小鹏 P7+ 这次走的就是纯视觉的处理方案。总之呢，将首发搭载小鹏全新一代的 AI 鹰眼视觉方案，相比过往的摄像头，信息采集能力更轻、更远、更准。基于这一系统的话，全新自驾方案不将受城市路线路况的影响，并且新车将不做区分，全系搭载完全体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，这才是小鹏 P7+ 的核心卖点所在。目前在20万级别的这一车型当中，能够全系都支持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的车型屈指可数。所以说这一代的小鹏 P7+它的一个升级是全面的，而且在价格上呢也要比小鹏 P7i 更便宜，20.98万元的一个预售价的话，也算得上是王炸了。在20万元这个级别车当中，小鹏 P7+ 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，在我看来的话，还是智界 S7 或者特斯拉 Model 3以及小米书7等等。而小鹏 P7+ 的一个优势在于，它在价格上做到了20.98万元起，同时呢，在配置上也是没有分中高配，而是全系标配。然后呢，在智驾水平上呢，也是可以实现全国都能开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。对于它的一个高阶智能驾驶的话，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期待。后面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体验一下它的这套纯视觉处理方案到底怎么样。